快进来吧。说了11点半之前，就真的11点半之前，好的吗？嗯？好久不见啊。守时，当然守时，必须守时，怎么能不守时呢？肯定守时，我是最守时的了。如果觉得困的话，现在可以去睡觉，没有关系，明天可以看重播啊，没关系。现在是夜场，不愧是 J 人，当然我很 J 的，就是完全是一个计划型人格。刚才到吃了一个饭，吃完饭，然后刚刚回到酒店，然后对，我在吃饭的时候我就预想了，这顿饭大概吃1到2个小时，然后回到酒店差不多这个时间，然后我就想差不多，对，然后我就跟经纪人说，OK，11点半开直播。我没有变 P 啊，只不过我是有的时候可以特别的 J，有的时候呢，就是比如我在别人可以帮我安排的情况下，我就特别的 P，我就完全就什么都不管，我就听别人的。晚餐吃了那个叫什么东北铁锅炖，是吗？应该是这么叫吗？东北铁锅炖，好好吃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，真的。我们点了那个铁锅炖大鹅，你是这么说吗？东北话，大鹅，铁锅炖大鹅，还有点了一个那个叫什么牛排的铁锅炖什么牛，反正牛腩吧，好像花卷吃了呀，老大一个了，太顶了，那个就吃不了多少，就可能吃了一点点。哇，真的鹅掌，铁锅炖大鹅，那个鹅掌，鹅掌，太好吃了，鹅肉。我其实是这一顿是我这2天可能吃的算是就是比较多一些的。对，我最近就那天到东莞我感觉我好像没吃什么东西。对，一直在控盐，不想就是太重。我不记得我在东莞吃啥了，真的，真的不记得了。反正就是他们点了什么东西，我就随便跟着吃了1、2口，然后就没吃了。然后一天就喝咖啡，然后喝点茶，对，喝点水，就这样。今天吃了什么呢？今天不仅吃了这个铁锅炖大鹅，还吃了这个烤乳鸽，太香了。我今天晚上唯一点的一道菜就是烤乳鸽，因为
我挺喜欢吃烤乳鸽的，然后看到刚好看这家餐厅有，然后我就只点了这个，然后其他都是他们点的，我就没点。怎么了？大晚上聊吃的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吃呀，吃起来呀，怕啥呢？吃呀，对不对？外卖点起来，怕啥呢？人生在世，活了就得开心，你说对？您说对不对？啊，我今早，我今天早上，我今天早上有一起来，我健身房，然后跑步，跑步跑了一会儿，嗯，跑步跑了一会儿，然后就是我喜欢在那个跑步机上，把那个坡度给它调到那个15度，调到15度之后呢，然后走，走它个20分钟啊，走20分钟以上呢，你那汗就歘歘的，歘歘的就流出来了。我跟你说，只要走20分钟就好了，真的。我也不懂为什么突然北京腔，还是喜欢我的南方口音，对不对？今天本来想在舞台上也用这种北京腔、北京的这种口音，然后来说一两句话，后面想着，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说又说不标准，然后现在还有很多不认识我们的人，就这样吧。福建腔回归，我本来说话，我平时说话的话会偏南方口音一些，但是可能说是在南方人里面算是稍微那么一点标准的。但是呢，我只要遇到我的老乡，比如说遇到泰宁人，然后遇到福建人，我可能讲话就会变得更南方一些，特别是遇到泰宁人的时候。泰宁人的时候就很对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对，我 Queen's Club 川西的时候，我跟我朋友，他就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然后我一看到他，我讲话我就变得特别的泰宁腔，但我不会讲泰宁话，我会讲泰宁腔。讲一个我也不会讲，那你这会儿让我突然间讲泰宁腔，我还真讲不出来。泰宁腔比较平翘舌不分一些吧，对，平翘舌不分，然后有点怎么说呢？我想一下，嗯嗯，还有什么？喝 不分，嗯福建人，但其实我认识的福建人里面，很少会把自己是讲成福建人的。可能就是我爸爸妈妈那一辈的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，但我们这一辈的应该就还好，基本上都对对，都改正过来、纠正过来了。主播比个心，比呗。
这什么呀？这个，嗯，我有台湾腔吗？还好吧。哎呀，这个，我就有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会出来一些口音，比如说我到了北京，我的平翘舌我就会特别注意，真的。嗯嗯嗯，聊聊其他的，聊聊其他的，其他的，我的 Queen's Cloud 在我的 Queen's Cloud 看了吗？最新的 Queen's Cloud，有人说没看，赶快去看啊！你们是不知道我拍那一期得有多辛苦啊！真的，就是上一次川西的时候，因为有朋友哥可以跟着我一起，一起他可以帮我拍一些镜头啊，然后对，这样就还好。但是呢，这一次去那个济州岛的时候，就完全是我一个人，一个人，然后要得操作着，我看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，加上照相机的话，一共是5个设备。对啊，完全多机位，一个人带5台设备耶，你想一下，知道我为了拍这个 Queen's Cloud 的诚意了吗？啊，我要是再多带一个无人机的话，我如果那天我提前申请了那个无人机那个航拍允许的话，那就6个设备了。我甚至因为我不是其实带那么多设备的话，要带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备用电池嘛。我那天因为备用电池又不能放在行李箱里托运，然后我就只能背在身上，背在身上坐飞机，然后包括过安检的时候都被拦下来，你干嘛带这么多电池什么的，还一直盘问我，然后我去拍摄，拍摄为什么这么多电池？我一个人5台设备。5台设备，下次不可以了，一个人不能带这么多。好像是在韩国，好像是一个人只能带5块锂电池，好像是坐飞机随身携带。然后后面还签了什么安全保障书，还有什么的，然后什么电池全部要分开包装，然后什么全部要贴上那个绝缘胶布，然后就我那天差点因为这个电池要误机了，去的时候，出发的时候。但我不知道国内的这个带锂电池的这个数量是怎么样的，反正但因为都是相机的电池啊，都小小一个一个的，也不会超多少毫安，就是都小小的一个的那种，你懂吗？我是4月初还是4月中旬，应该是4月初的时候去的，应该是我印象当中。因为而且我是非常非常临时决定去的，因为我那个时候，因为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就特别临时的，因为我有计划要拍这个 Queen's Cloud 嘛，但是呢，我跟经纪人对时间的话，一直都是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，就是嗯，一直都是今天要干嘛，明天要干嘛，后天要干嘛，全部都排好了。比如说那个时候有开什么会啊，这那的这种行程，就其实不是很大的那种行程，可能是有一些可能就当天可能就开一个会，就因为那个会的话去不了。然后后面呢，那一天是，
忘记是几号了，反正那天就是隔前一天晚上，因为我们平常都是前一天晚上才知道的，第二天到底有什么具体样的行程嘛。然后前一天晚上差不多10点、11点，经纪人发了行程之后，哎，本来不是说明天要开会吗？怎么没了？然后我打电话经纪人，然后就这什么什么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取消了，然后个什么移到什么时候，然后我就刚好后天好像没什么事儿，然后我就说行吧，知道了。然后我就当天晚上11点、12点我就马上买机票，买机票然后订酒店，就是那么的11点、12点订的酒店，然后马上整理行李。然后我那天晚上是差不多搞七搞八搞完之后还有租车，全部都是在那一个晚上弄完的。那个晚上，然后差不多弄到了2点多、3点，2点多好像睡觉，可能睡了2个小时吧，2个小时，然后就马上起床去机场，之后，去机场了之后，然后就对坐飞机，然后坐飞机在飞机上睡了一会儿，然后到济州岛，早上7点多，超级特种兵。你们不要觉得我的 Queen's Club 看上去好像是特别的，多么 chill 一样的感觉，其实真的很特种兵，真的，我就是而且因为去济州岛是我之前就已经有计划好要去的，一定要去一次的，就是拍 Queen's Club，然后就呃，就大概想去什么样的地方，想拍一个什么样的风景，我大概是已经脑海里面已经有构思、有想法了，然后就那么去了。对，所以去了之后呢，刚好就把我之前大概想好的、整理好的一些要去的地方，然后对，就刚好可以拿出来用。这这算 P 吗？我这是算 J 还是算 P 啊？这个我觉得挺 J 的呀。你看，我所有的要去的地方全部都计划好的，只不过是临时买的机票，然后对吧？因为刚好有时间出来啊，要不然根本没时间去拍啊。又 P 又 J。那想问一下你们觉得你们是喜欢 J 人的还是喜欢 P 人的？P 中带 J，P 人喜欢 J 人，只要是你的话都喜欢。你们不要这个时候在这里这个告白，就是我问你们问题，你们就回答什么啊？不用什么喜欢你喜欢你，喜欢 V 人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喜欢可以说可以说，喜欢就要大声说出来好吗？咱们不要藏着掖着，喜欢就大声说出来。来，快点，让我看你们有多大声。直播里面可以开吗？我看看。可以耶。算了，不弄了，有什么好弄的？我其实昨天晚上睡前，我又把川西篇的那个 Queen's Cloud 又看了一遍。对，然后
就是怎么说呢？的确好像是有点短哈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就我重新看了一遍，才感觉，嗯，4集好像是有点多。如果把这4集压缩成2集的话，是不是也还行？这样子一集就有30多分钟，但也不一定。我如果一次性发一个那么长篇的视频，你们会一次性看完吗？什么怎么还压缩了，对不对？我记得反正我包括这一次的这个济州岛片，我也剪掉特别特别多的东西，比如说我想一下，比如说剪掉什么啊？第一天看完了樱花，吃早饭，吃完早饭看樱花，看完樱花，然后开车开了1-2个小时，到了哪？到了那个什么那个小山丘、小山坡，然后是爬山下来吃晚饭，晚饭回到酒店。哦，哎，第一天好像都放出来了，基本上都放出来了。第一天晚上在酒店里面，可能那个拍的比较长一点，挑照片。本来挑照片的时候，打算那个时候打算一张一张展示给大家看的，然后后面我想到，哎，反正中间都会放照片出来，后面还是想算了剪掉，然后隔天爬完山回去睡觉，睡完觉出来吃饭，吃饭也拍了。第二天吃了饭，其实也拍了，但我后面想了，好像那一餐没有什么特色，然后我就没有剪进去。然后呢，又开车开1个多小时去咖啡厅，基本都放出来了耶。哦，求母带是不可能的。下次争取剪长一点啊，争取剪长一点，也不能说太长，然后长的无聊嘛，要把精华给剪出来嘛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是吧？到时候我关于我的设备的东西，回头专门做一期，可以专门做一期视频，然后大概的讲讲我设备。但虽然我也不是什么数码博主，我也讲不清楚什么东西，但就是告诉大家啊，我用了这些设备，然后这些设备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，大概就是这样讲一下。我也不能讲些这些设备什么参数什么的，这个你们到时候可以自己去查。对。我现在就是我的备忘录里面已经有一个 list，就是就是所有要拍的内容、要拍的主题，不只是 Queen's Cloud，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内容，我现在已经全部写出来了，甚至有一些的脚本已经大概写出来了。然后呢，有些东西需要我自己去拍，有些东西呢是需要别人帮助我去拍。你们如果以后有什么好的想法呀什么的，多多给我留言啊，这样我就能看得到，然后以后可以拍出来给大家看。包括之前你们说了有个什么，算了，我不说了，就到时候你们看吧。到时候你们看吧，我就不说了，我不说了的，不剧透。
昆云可以周更吗？周更我估计很困难，因为毕竟出去旅游嘛，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出去旅游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周更还是比较困难的。而且说实话，我是想昆云想多去一些地方，比如说去咱们国内很多很多的，我们国内这么大，很多地方都可以去。然后一些国外的地方，包括我的最终目标可能到了冰岛，或者是说到格陵兰岛，或者是到什么比较远一点的地方，这都是以后慢慢一步一步慢慢来，不着急啊。说不定等我拍到冰岛片那片的时候，我的可能摄影技术变得更好，我的什么的剪辑水平可能也更专业，是吧？虽然这不是我的本业，但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我剪的这些东西，全部都是靠着我自己的休息时间去剪出来的啊。所以呢，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更新的稍微慢一点，然后但是我反正就是也是靠着自己休息时间一点点，我就给它剪出来，然后就是想给大家多展现一下我眼中的世界也好，或者是我对一些事物、对一些什么东西的看法也好，对。官方的抽象小视频，昨天那个吗？昨天那个，说实话是这谁找的我忘了，反正就说要一起拍，然后拍了，我也没看过原视频，就他们就跟我讲，你就按照节奏做这个就好了，然后我就好吧，然后拍了第一遍，然后我还没搞懂什么意思，你知道吗？没搞懂什么意思之后，然后看他们每个人都还挺有节奏感，他们应该都看过。然后后面大概的模仿了他们节奏，然后我也不会说那一段日语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，好像就是我喜欢什么什么什么东西，好像应该是这个意思吧。然后后面对啊，但重点是在前面那个破音，对不对？那个破音，我跟你们说，那个破音是故意的啊，是故意的。因为我想，要么就要拍好玩的，就拍好玩一点呗，对啊，要都夹子音，那多没意思，对不对？不信，不信就不信呗，不信拉倒，无所谓。我说的就是这样，真故意破音的啊！嗨，你看我就随便可以来，对不对？谁提议的？我真的不记得了，真的，好像是拍视频帮我们专门拍 contents 的姐姐提议的哦，也不是姐姐，对，还有别的吗？别的，我也不知道，应该会一直在拍吧，因为对，今天有拍吗？今天也拍了。还有什么 TMI 可以讲的呢？你们还想听什么？除了剧透，剧透该剧透的已经剧透完了啊，没有什么可剧透了。嗯，拿衣架拍了什么？衣架？什么衣架？
吃虫子什么感受？哇塞，那个虫哇绝了！我跟你说，哇，那一条虫至少有这么长，有3厘米、3公分长了吧？那条虫，然后还是黄色的，哇啊啊！我又想起来那个感觉，哇，就我形容不来，就是那个口感我是形容不过来的，但是就就怎么说呢，就味道还好，不会说有什么就是那种恶心的味道，它反而是那种可能树叶的那种树叶的挤压之后那种味道，高蛋白，高蛋白应该高蛋白吧？但你说他天天吃树叶，哪来的高蛋白呢？哦，你说这个虫子它天天吃树叶，哪来的高蛋白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它的脂肪，那算吗？它是肉，哪来的肉啊？那个里面只有我不说它的真的是怎么样，它反正我吃上去只有姜没有肉，就姜和皮啊，爆浆的姜，哪来的肉啊？呃，什么蛋白质是牛肉的5倍？那你得吃蛋白质虽然是牛肉的5倍，那它的意思就是说，相等克数的虫和相等克数的牛肉，这两个东西你的克数相等的话，那它的蛋白质才是牛肉的5倍。那我吃那么一点点，也不等于我说我吃了一大块牛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什么用呢？对不对？那我还宁愿我吃5倍的牛肉，我干嘛要吃那么？但如果真的在野外生存的话，那如果说真的是有这种东西，就比如说我吃的那一条虫，在野外真的是我既然真的没有吃的东西了，非要我吃那条的话，那我觉得它的口感还是不错的，我觉得它的这个味道还是可以接受的。我可能吃完一条还会去找第二条，真的是没有吃的情况下。好好，换个话题，不说虫了，那说什么呢？跟着姚琛去旅行，他基本上把所有的这个行程全部都是安排好了，然后出发之前给我发了一个做好的路书啊，基本上就是按照那个行程去走的。对，就是所以我看了安排的这么好，所以那我就不用去操心什么人去了就行了啊。他很好笑，他是很好笑，他太多梗了。那我以前他应该是 I 人吧，但就是我以前每次之前见他的时候，我也感觉他挺 I 的，但这次旅行的时候感觉就是哦，就还好，没有想象中那么 I 的感觉。我太 E，我还好啊，我感觉我甚至有时候还没有他 E，就是你，比如说有一些在人多的地方那种，对，我们在那个什么那个篝火晚会里面跳舞的那一段，我跳着跳着就害羞，跳着跳着害羞，我看他还挺玩的，挺开心的。
向导讲的鬼故事恐怖吗？向导讲的鬼故事，向导讲的恐怖故事，我觉得，就听上去就有一点觉得，这表情自然就出来了，但也不是说就那么的恐怖，就是可以接受的，对，因为他说是真实发生的事情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们还是相信科学吧。给你们讲睡前故事。睡前故事，从前有座山，山里有座庙，庙里有一个小和尚。小和尚他睡前跟别人讲一个故事，故事内容是：从前有座山，山里有个庙，庙里有个小和尚，然后庙里面的小和尚呢跟别人讲了一个小故事，然后那个故事的内容呢就是：从前有座山，山里有座庙，庙里有个小和尚，小和尚呢跟别人讲了一个故事，故事的内容就是：从前有座山，山里有座庙，庙里有个小和尚，小和尚跟别人讲了一个故事，就是嗯，来人把电池抠了，还可以这样的吗？哇，你们也太有梗了，这个。谢谢宽仁，鬼屋亮漂亮，我的微信也这样的，为什么？看看你们啊，你们的这个下个话题，下个话题啊，去万宁拍东西了吗？去万宁拍了啊，去万宁拍了啊。那天因为那天小俊不在，然后我们剩下的3个人啊，去拍了一点小小的一个小物料啊。什么时候发？我怎么知道？又不是我剪。对啊，还有好多，我们其实攒了好几个物料了，攒了好几个了。对啊，应该可能快了吧，慢慢会出来吧。对，陈乐提到我了，提到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他是讲什么我这个什么现在不好对付了什么的。没有，对我对陈乐还是挺好的。就有我跟你讲，有一天真的，他是什么？因为他之前的买的那些什么电脑啊，还有一些录音的设备啊，全是通过我，然后我介绍给他买的。买了之后呢，然后他自己又不会安装，然后我之前去帮他安装过，帮他调试好了，然后他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用吧，然后最近呢，他就重新要用，想用啊，有一些录音的设备，然后呢说不会用。然后不会用了之后，然后我就说我的视频的话，我教你怎么样 setting 啊，怎么样。然后呢，他就不要你来我这儿，你帮我弄。然后我就因为我就视频呗，我就视频我教你弄呗。然后他就不要，你要来我家。然后我后面想算了，好吧。然后我有一天晚上刚好出去跑步，我说那我就跑步跑到你家吧。跑到你家，然后跑到他家去，然后我就把它弄。结果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东西，非常非常简单的东西。我总共进去我就点了几个按键，不到1分钟我就弄完了。然后你知道他说一句什么话吗？其实是我是想见你了。
然后那一刻我那个时候本来是一开始我这1分钟的事情，我直接就是视频通话跟你讲了。他说啊，突然来其实是我想见你，然后我瞬间我就没话说了。好了，知道了，吃饭吧。嗯，然后结果呢，过了几天，他又跟我讲又不行了，又不行了。然后就说什么什么话筒有问题啊，什么这那的。然后我说，要不你把电脑带到我宿舍来，然后我在宿舍帮你弄。然后他那天刚好有去公司然后结束之后，然后带到我宿舍来帮他弄。但其实又没有问题，你还是 setting 方面的问题。他好会撒娇，我跟你讲，最近他是弟弟，他是弟弟。拿捏。我看一下啊，我学校我不会跟这些他们撒娇，真的，我很少很少。就是我要拜托他们帮我做什么事情，我绝对不会撒娇。真的不会。撒什么娇呀？你讲话能解决的问题，为什么要撒娇呢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就我们几个成员，然后其实现在平时的话不会怎么撒娇。对，邀请陈乐参加一期昆云，我觉得可以啊，真的。陈乐的话可以，他的旅游方式跟我旅游方式挺像的，我们也之前一起去过济州岛。对，所以我觉得陈乐可以以后等他有时间，我有时间的时候吧。这个虽然比较困难，但是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的啊。和姚琛也是，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反正就是现在，我反正已经跟他讲好了，我说一定会邀请你来一次，来玩一趟。啊，以后我们两个也可以有事没事可以一起出去啊，有时间的话也可以一起出去玩，这样。嗯嗯嗯嗯嗯嗯，朋友哥肯定啊，朋友哥肯定会可能带着。染发，染发的话，我感觉最近应该快要染发了。你们想看我什么颜色头发？什么颜色头发？浅发。我感觉好像每年都是一样的这个 routine，就是每年的年初，一开始是黑头发，然后都差不多4、5月份、5、6月份的时候开始染成浅发，到了夏天变成浅发，然后到了冬天呢，然后又慢慢的变成了深发，好像每次都这样。
粉色，粉色我试过呀，只不过是专辑的照片里面没有试过粉色。没有，对，专辑号里面还没有试过粉色。红色有，粉色没有。不要褐色，我也不喜欢褐色，真的。说实话，我最不喜欢的头发颜色就是褐色，就是在我的头上，我觉得就一般般。我自己个人的看法，我自己个人不喜欢，要么就全黑，要么就是浅色。我大概是那是哪个造型啊 ？Oh My Youth 的造型吧，Oh My Youth 那一套，那一套其实就是褐色，那个其实嗯一开始还好，到后面就越来越不喜欢，不喜欢，不喜欢，我要染黑，我要染黑，就这样。我个人不喜欢啊，你们喜欢是你们的事情，我个人的不喜欢是我的事情啊。但你看我不喜欢，我不是也弄了吗？不是说不弄啊。要不这一次回归搞个短发，虽然不是我能决定的，我满说的，满说的。不要，不要，为什么都不要？为什么都不要？你们这些人，你们这些人为什么？给我个理由，给我个理由。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短，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短，不是说什么寸头啊那种，就是那种像刺猬一样的头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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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现在这个长度，我感觉我几年都是现在这个长度了呀，不是一直都一模一样的头发吗？没什么变化呀。哼，众口难调啊，这叫再长一点，还长啊！2020的那个长度，2020那个长度有多长？哪一套？薄荷绿那套？白毛？From Home？From Home 其实就跟现在这个差不多长呀。算了，跟你们这样聊也聊不出个结果来，听公司的吧。万一他是我们这次歌的风格就是那种，就是很适合短发怎么办呢？万一呢？我说万一啊，这不是剧透啊，我只是说万一而已啊。反正没有，反正我不会搞太短。如果真的想剪短发了，我只是最近因为长头发给我带来的困扰还是有点多的。对，因为这个，然后经常就是眼睛发炎，就是对什么这样的长头发。因为我的长度是刚好会戳到眼睛的，你知道吧？
打啾啾，打啾啾。OK，换个话题。还没卸妆呢，没卸了这会儿。又直播卸妆。其实我皮肤没有那么好，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好的，真的。我也会长痘痘的，像我几年前可能还会长闭口长多点，最近这1-2年可能好一点了，但痘痘还是会长的。都是人，我跟你说，哪有人会一点点痘痘都不长了吗？虽然可能有少数啊，少数，但反正我周边好像是没有，基本上都会长痘痘，这是正常的啊。直播卸妆，哎呀，也不是这玩过的东西了还玩，没意思，没意思。之前卸过了，没意思。直播化妆我不会化妆，日常一点啦。我们这是绿色直播啊，绿色直播。睡觉直播我不要。唱歌唱歌。24/7怎么能唱呢？24/7这是未发布的歌曲，哎，什么时候发还不知道呢，这个不可能，现在录的就基本上，哎，反正，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，反正目前没有什么计划。新歌，新歌更不可能了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，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哦，答应我，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唱点可以唱的歌啊。泪桥我不会唱，泪桥我们去听陈乐唱呀。七月七日晴我也不会唱。
Falling down all night, driving down your way tonight. I don't care about the lights. Falling down all night, driving down your way tonight. I don't care about the lights. Oh yeah, yeah.重新录音不可能，怎么可能啊？以后有机会再说吧。但其实我在这次准备生日会的时候，有就是稍微的去录一些部分，对，有机会再说吧。谁跟你画饼了？我讲的是上次的生日会。哼哼，最近有学新魔术吗？学了呀。嗯，但现在变不了呀。嗯哼，来玩球，来玩球，The universe，咚咚咚咚，不会唱。哼哼，你们这全部在点周杰伦的歌。面对面，面对面，面对面，把声音放轻一点，双脚走近一点，直到与你面对面。把歌词是什么来着？把什么？把什么？把什么东西？快点告诉我一下。把耳朵放近一点，双脚走近一点，直到与你面对面。把耳朵听仔细一点，拥抱诚心一点，把耳朵仔细一点，把耳朵仔细一点。耳朵听仔细一点，不是把耳朵仔细，耳朵听仔细一点，诚心什么什么一点，拥抱诚心一点，直到与你面对面。没有，我这首歌太久没唱了，真的不记得歌词了。是原唱，是原唱，是原唱，但真的不记得歌词。太早了，这首歌有点年头了。面对面这首歌，我跟你们，这首歌是我们练习生的时候就已经收到过的歌了。这首歌，我比你们听的早多了，我至少比你们早听了。我那个时候应该17年的时候就已经听过这首歌了，17年的时候就已经收到过这首歌了，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练了。那时候我记得印象当中收到2首歌是《梦想发射计划》，还有《面对面》，还有《Say It》总共就是在练习生时期就听过的歌，就是这3首。
你骗人哪有什么嘴巴再靠近一点这种的歌词啊？骗人真是。哪有什么嘴巴再靠近一点啊？没有，你骗谁呢？有什么有？我才不信呢！哼哼哼哼哼哼。爱情废柴。圣诞节，剩下男人的圣诞节，过条街，最好要给我下起雪，怎么碎，怎么刚好，怎么狼狈，要不要拍成 MV 干脆？淡淡忧伤还是最美，剧情是你在写，有点误解我们之间。为你疯卖，只唱你爱 ，Goodbye don't cry，哭个痛快，曲终人散，你也走散。我承认我是爱情里的废柴。比自己的歌还记得清楚，这是因为我最近唱了这首歌，我生日会上面我唱了这首歌，我才记得这首歌的歌词，好吗？你们不要这个样子啊，不要这个样子啊！啊，我自己的歌的歌词我还是记得挺多的啊，不要以为我一首歌都记不住啊。什么狡辩，这是真的。嗯，无论在我心中你什么歌词？等一下啊，我要解释，这不是我的 part，这不是我的 part，我要解释一下，这不是我的 part，所以呢，我记不住这段歌词啊。OK，歌词什么来着？这一段不是我的 part，好吗？无论在何处，你是我心之所向。去想象，是像你模样。I miss you, I miss you, I don't wanna miss you。耗尽我所有坚强，心却无法忘。I miss you, I miss you, I don't wanna miss you。离别一天天延长，笑得像说谎。哎呀，记得了，记得了，唱串了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哎呀，就这样吧。哎呀呀呀呀，就是哎，这个我一般呢，真的是记歌词，只记得自己的 part 会更会这种的情况会更多一些。啊，哎，又唱错了，得嘞，今天翻车了，今天，嗯嗯嗯。为什么会选《爱情废柴》在生日会唱？因为《爱情废柴》呢，这首《爱情废柴》这首歌呢，
算是我跟杰伦哥的一个就是这个认识的一个开始啊，这是第一。然后第二呢是，我在练习生的时候，我记得好像有一次非常重要的一个评价会，唱过这首歌，然后还得到了一个不错的一个好成绩啊。对，那个时候我觉得反正这首歌对我来说也挺有意义的吧，两个意义，对。嗯，JJ 的歌也会唱很多啊。练习生的时候真的唱了，可能唱了很多的歌，也是林俊杰的歌，对。所以那天我们在武汉音乐节，我们那会儿我们一下台，我们就马上跑到舞台底下去看 JJ 哥，去看他的表演。那天在后台有，就是有很短暂，就是这样经过的时候打了一个招呼，对。因为我那天是，算了，这太 TMI 了，下次留着以后讲吧。没拍照那天，他那天好像是时间不大允许吧？那天不讲，以后再说吧。笑点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泛黄以前的渴望。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。几年前的愿望，几年前的事，什么歌词不记得了？忘不了。我们背对背拥抱，只记得这一句。为什么说那个林俊杰这个的歌，还有杰伦哥的歌的歌词记得比较清楚呢？因为真的是从我听他们的歌长大的，说实话，就是每天在 MP3里面，有点年代了，MP3，每天在 MP3里面听到的歌，那个时候真的在电脑上面下载之后，然后放到那个 MP3里面，然后那时候听，哇，真的每天听，那怎么可能不会唱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就是大家只要一提到以前的老歌的话，可能，嗯，特别是在比较可能十几年前的那种歌的话，你都不会忘掉歌词，都这样的。对啊，这几个好像是在韩国打算好像要开演唱会，然后对，应该有机会的话会去看，肯定去。如果只要有机会的话，我肯定去，必须要去的。这一场演唱会也很值得的，能看得到的话。阿杜的歌，阿杜老师的歌有什么歌？有什么歌？我突然有点没印象了。我记得好像有听过。
薛之谦老师的歌，薛之谦老师，简单点，说好的方式更简单点，歌词我也不记得，歌词我也不记得，该怎么办呢？说话的方式简单点，没关系。哎呀，今天晚上就是翻车之夜，我跟你说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今天晚上就翻车之夜。你们竟然直接有人直接把这个什么这个叫什么？这个歌词给打上来啊！好了好了，别点了，别点了，别点了，就这样吧。好了，今天直播开到这边也有一段时间了。结束语啊，开始说结束语了。现在线下开了1个多小时了啊，今天跟大家聊天聊得很开心啊，希望快点啊，尽快再回来跟大家开直播，好吗？大家早点睡觉，我也该去卸妆、洗澡、睡觉了，明天也是要很早出发。OK， 晚安喽，拜拜，晚安，拜拜，晚安。